2026年開年最受矚目的外交活動，當屬韓國總統李在明的中國之行。1月4日，這位韓國總統攜夫人金惠景抵達北京，拉開為期4天的國事訪問大幕。這也是他就任以來首次訪華，一舉一動都牽動着兩國乃至世界的目光。作為2026年首位訪華的外國元首，李在明一落地就釋放出滿滿的誠意，而身邊第一夫人的驚豔亮相，更讓這場外交之旅多了一抹溫情與亮點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星球熱點，國家大事從不缺席，輿論場中抽絲剝繭，聚焦獨家中國資訊。點讚、訂閱加小鈴鐺，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。抵達北京當晚，李在明就馬不停蹄地出席了在華韓僑招待會。面對在場僑胞和各界人士，他的發言字字鏗鏘，滿是對中韓關係的期許。韓中關係的全面恢復是本屆政府最重大的外交成就之一。李在明毫不掩飾對當前雙邊關係的認可，更承諾韓方將盡最大努力加強相互尊重和體諒基礎上的溝通合作。他坦言，中韓關係曾歷經波折，但此次訪問將成為規劃未來30年兩國關係發展的重要標誌，要讓這段鄰里情誼克服過往不足，全面恢復互信。談及中國發展，李在明的評價也是充滿真誠。10年之間，山川河流皆會改變，中國的確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。從金融技術到環保科技，尤其是電動汽車的普及，都讓他印象深刻。而在經濟合作上，他更是拋出無限機會的積極信號，明確可再生能源、生物技術、銀髮經濟等領域將成為中韓攜手的重點方向。隨行的200多名韓國企業家組成的龐大代表團也印證了這份合作誠意。畢竟，行動永遠比語言更有說服力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訪問前夕，李在明就明確表態，韓國始終尊重一個中國原則。這份在核心問題上的清晰立場，為此次訪問奠定了堅實基礎。但要說當晚的招待會上最吸睛的，還要數韓國第一夫人金惠景。剛下飛機時，她穿着寶藍色大衣，襯得皮膚白皙，身材勻稱，優雅大氣的氣質讓人眼前一亮。而到了僑界晚宴，她果斷換上傳統韓服，瞬間引發全場轟動。這套韓服設計巧思滿滿，上白下藍的配色與白天的大衣遙相呼應，高級耐看又不張揚。緞面材質上隱約可見的花朵暗紋，精緻卻不浮誇。原本披散的波波頭被盤成低髮髻，露出光潔的額頭。東亞女性特有的溫婉賢淑被她展現得淋漓盡致，難怪網友直呼這才是外交場合的審美天花板。要知道，外交場合的穿搭從來都是無聲的名片，而金惠景的服飾選擇堪稱教科書級別。對在華僑胞而言，這身傳統服飾是家鄉的味道。一位僑胞就直言，看到金夫人穿韓服就像親人來訪，瞬間拉近了距離。對中韓外交而言，這是最溫柔的文化表達，不喊口號，不擺姿態，一件衣服就傳遞出兩國文化的共鳴與尊重。要知道，類似的外交智慧早有先例。中國領導人夫人的中式刺繡旗袍，米歇爾·奧巴馬訪華時的中式上衣，都是用服飾作為文化使者的典範。而金惠景這次的演繹，無疑又添了一個精彩案例。遙想韓國前第一夫人金建熙，雖然也因不符合年齡的美貌紅極一時，但對比如今的第一夫人，60歲的年紀不刻意裝嫩，不依賴濃妝，雖然臉上有皺紋，兩鬢有白髮，卻依然憑着自然大方的氣質圈粉無數。難怪不少中國網友也紛紛表示，金惠景的美長在國人審美點上，既有貴婦人的精緻，又有家庭主婦的賢惠，這種不加修飾的真實感，遠比刻意營造的完美更有感染力。在中國的第2天，金惠景又來到北京韓國駐華大使官邸，用親手烹制的年糕餃子湯招待9位長期推動中韓友好的中國女性代表。身着淺藍色圍裙的她，熟練地給年糕湯鋪雞蛋絲加紫菜，還笑着分享，煎蛋皮最費功夫，今天卻出奇順利，或許預示着中韓關係會越來越好。他給每碗湯都加了滿滿的雞蛋絲，還自嘲做飯分量一向大，媽媽們不都這樣嗎？家人說好吃就天天做，接地氣的發言讓現場笑聲不斷。北京大學王丹教授代表來賓致謝時說得好，這不僅是一頓午餐，更是超越語言與國界的真情。把韓國的年糕湯和中國的餃子結合，這道料理本身就是中韓友好的象徵。金惠景的用心真的太打動人了。
如果說李在明的訪華之行讓中韓關係成為焦點，那金惠景的驚豔亮相則讓更多人好奇，這位氣質溫婉、情商在線的第一夫人背後有着怎樣的故事，能陪着李在明從一無所有的窮小子一路走到韓國總統的位置。金惠景絕非簡單的賢內助，而是丈夫最堅定的政治夥伴與靈魂伴侶。1966年出生的金惠景成長於首爾的中產家庭，畢業於韓國知名的舒明女大學鋼琴系，曾是一名鋼琴老師。優渥的家境、高雅的職業讓她養成了恬靜淡然的性格，與李在明的原生家庭形成了天壤之別。這樣兩位出身經歷截然不同的人相遇於1990年的一次相親，26歲的李在明對24歲的金惠景一見鍾情，相識僅4天就大膽求婚，結果不出意外的被拒絕。金惠景坦然，當時覺得李在明長得醜又顯老，換作旁人或許早已放棄，但李在明的堅韌在此時顯現無疑。他沒有糾纏，而是送上了一本記錄自己10年成長經歷的日記。就是這本滿是辛酸與堅持的日記，徹底打動了金惠景。她從字裡行間看到了這個男人背後的不易，在貧困中掙扎，卻從未放棄學習；在絕望中徘徊，卻始終堅守善良。這份頑強的生命力讓她重新認識了眼前的人。1991年，兩人不顧家庭背景的巨大差距，步入了婚姻殿堂。新婚之時，李在明還是個家境普通的律師，婆婆能拿出的新婚禮物只有一把湯勺，但金惠景毫無怨言，陪着丈夫過起了簡單卻幸福的日子。1992年和1993年，兩個兒子先後出生，為這個小家庭增添了更多溫暖。婚後的日子平靜而踏實，但2006年，李在明做出了一個讓金惠景極力反對的決定，投身政治，競選市長。了解韓國政壇的人都知道，青瓦台魔咒如同懸頂之劍，歷任總統大多結局淒涼，從政之路充滿風險。金惠景深知其中的艱難，她擔心丈夫陷入政壇泥潭，甚至以離婚相要挾，希望他能放棄這個危險的理想。但最終，她還是讀懂了丈夫心中的抱負與擔當，選擇放下顧慮，全力支持。從這一刻起，金惠景的身份開始轉變，從專注家庭的主婦變成了丈夫的政治夥伴。她沒有刻意包裝自己，而是用最真實的一面面對公眾。2017年，為了配合李在明的競選，她攜手參與綜藝節目《同床異夢2》。鏡頭前的她不施粉黛，言語樸實，展現着夫妻2人的日常，一起做飯，一起聊天。李在明的憨厚與金惠景的溫柔形成了絕佳的互補。沒有華麗的辭藻，沒有刻意的表演，這份真實讓無數韓國民眾產生共鳴，也為李在明贏得了大量民心。而真正的考驗在2023年到來，當時的李在明因反對日本核污水排放、核引政府政策毅然绝食24天，一度生命垂危。在那段最艱難的日子裡，金惠景始終堅定地站在丈夫身邊，她沒有發表激昂的言論，只是默默陪伴、悉心照料，用行動傳遞着無論生死我都與你同在的信念。這份不離不棄的支持，不僅給了李在明堅持下去的勇氣，也讓韓國民眾看到了這對夫妻的深情與擔當。如今成為第一夫人，金惠景依然保持着初心。她不追求奢華的服飾，不依賴厚重的妝容。60歲的年紀，坦然接受歲月的痕跡，臉上的皺紋、兩鬢的白髮都是生活的勳章。她曾說過一句讓人動容的話：我想成為一個溫暖的第一夫人，讓處境艱難或被邊緣化的國民能夠暢所欲言。這份樸素的願望，遠比空洞的承諾更有力量。從當初拒絕求婚的姑娘，到如今陪伴總統訪華的第一夫人；從反對丈夫從政，到成為她最堅實的後盾，金惠景的一路是愛情的堅守，更是成長的蛻變。李在明的逆襲人生固然勵志，但如果沒有金惠景的理解、支持與陪伴，或許就沒有今天的她。韓國網友說得好，李在明贏在了政策，更贏在了身邊的女人。中韓兩國一衣帶水，文化相通，習俗相近，而金惠景用她的溫柔、真實與智慧，成為了兩國友誼的民間使者。她讓我們看到，最好的伴侶是風雨同舟的夥伴，最好的外交是發自內心的真誠。這場跨越國界的訪問，因為有了這樣一位溫暖的第一夫人，更添了幾分人情味與感染力。小編相信，在這份真誠與善意的加持下，中韓關係必將如金惠景期許的那樣越來越好，走出一條睦鄰友好、攜手共贏的光明大道。好了，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。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，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，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。關注我的頻道，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，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。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。